新架一路当头炮，接上势，百连，下杂相合，身法左转，左拳翻拳外捧，右拳由下向外画弧，同时左转腰后撤步，撤步顿脚，冲拳发力，两手拳心相照，双手合于中线，左膝内侧，右拳与额齐高，左拳与自己膻中穴齐平，双手双逆缠，身法左转，走大螺旋变双顺缠，下沉相合，左拳在前，右拳在后，合右胯向右转腰，藏于肋间，同时下沉相合，合于腰胯，走大螺旋欲左先右，身法左转，胸腰折叠，冲拳下沉相合，两手合于两肋前方，拳锋朝前，拳眼上下相合。好，背后看一下，接上势，百连杂拳，下杂，左胯相合，身法左转，左拳向外崩砸，右拳向上冲拳外弧，撤步顿脚，下沉发力，拳心相照，两手右拳在上，左拳在下，双逆缠左转，先走大螺旋合于右胯，再走小螺旋藏于肋间，随后两拳下沉，进大螺旋，重心左移，欲左先右，便是胸腰折叠于肋间，冲拳下沉，发力后撑。发力演示：螺旋顿步，收拳蓄力，大螺旋变小螺旋，胸腰折叠。好，背面相合，发力，螺旋，大螺旋变小螺旋，蓄力。好，收。来，那么同学们，我们这一次的当头炮呢，大家又看到了是两个连续性的发力，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新架的最后一段，它又来到了一个让我们非常依赖于前边学基本功的一个内容。大家想一想，咱们的之前严守拱拳变换对称掌的这种雕托手，这个动作呢，它就是在以发力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蓄力来进行力量的转化。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我们打完百连以后的螺旋相合，这个动作是不是同样也是在我们打完百连以后，身体有一个对拉展开，随后再去结合身体的相合下沉，结合了螺旋发力。那我们这个当头炮大家会发现啊，它也是一样的，在相合于两膝上方之后，继续又产生一个转折，这深刻的去体现了太极拳当中的一个以蓄为发，以发为蓄的一个运动过程的理解，是不是？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你在螺旋相合的过程当中尽力发到位，太极拳的发力过程是什么？松紧松。那么你又松合来到这里之后，又是一个顺势的左螺旋，以腰带动来进行发力。那么大问题就出来了，就是大家说老师，我总是发不出来像这种撤步顿脚的力。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说的这个退步压肘，这个动作呢，大家都说，哎呀，老师这个退步压肘太难了，动作又是顿步又是发力，是不是脚一顿到这儿，啪，手上的力就出来了？错，大错特错。因为我们永远要记住，在你下盘落脚的一瞬间，脚只要脚后跟落到地上，结构形成稳定了，那么脚的作用只有一个，支撑，它不可能让你形成任何的其他的作用，它对于你的发力来说只是一个根基性稳不稳的一个点。那么你实质来说的发力还是什么？比如说退步压肘，还是在以腰来作为发力，在后脚遁地的一瞬间，你的后脚
其实它就像一个铁棍子一样插到地上。那么它和它之间的力是一个贯通的结构稳定。那么你的手是怎么向前推出去的力的？还是从腰上去讲。那么我们把这个知识点你再带入到这个动作里面，你会发现你的盾部包括你的发力，大家都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认为我的右脚只有顿到这儿了，我才能把力发出来。那么你的两拳向前冲的时候，那它的力又从哪里来的呢？反问一下自己，是不是一下就发现了？哎呦，其实手由后向前的冲拳，还是在以腰为主来带动两拳向前去发力的一个动作。你的弹抖与否跟你盾部它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后脚的盾部是为了让你形成一个更好的外蓬支撑。就比如说我们理解一下攻防含义，对方向你冲过来了，哎，扬身挺胸，膈肌外露，然后他的咽喉也外露，就要过来拿东西砸你，或者举拳头要砸你。你的后盾部一是为了抵抗对方冲过来的力量，你像一个拦门石一样顶在这块，然后你的两拳又顺势以你的腰在为轴进行一个腰转发力。那答案就很简单了，我们想把这个力发好，首先思想观念需要改变一下，不要再去总是想着我盾部的时候才能把力发出来，它跟盾部没关系。我们要去把意识放在哪？以腰螺旋为相合了，意识先往腰上放，永远要记住，气如车轮，腰如车轴。那么腰在左转的过程中呢，你的螺旋转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先以腰去带动右脚的盾部。大家去想想之前讲的这个落脚的虚实关系，右脚只要拿起来，它算什么节？梢节。所以这右脚是怎么顿出来的？它不是还是以腰为轴去控制着你的右腿吗？所以打完以后合到这儿，先不要着急，先让腰向左去转。在转的过程当中，左拳是随着身法的左螺旋向外形成了一个以拳锋为力点的崩砸动作，右拳又随着腰向左转形成一个向上冲拳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两个拳呢，不是往这儿一抱个杠往这儿一定就结束了，它是都在以腰为轴各司其职才能产生出来的力，既分散又相合啊，各司其职的去做这个力。那么同时你的右腿也是在腰螺旋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向右斜后方45度进行后撤步。当你力发出去的一瞬间，你的右脚脚跟正好顿地相合，所以右脚的顿地不是你发力的核心关键，而是以腰为轴的螺旋才能作为发力的核心关键。定在哪？中线和额头前方。为什么要这么去定？因为咱的螺旋都伴随着下沉，对不对？所以你的右拳瞄准的一定是对方的咽喉，左拳一定瞄准着对方的膈肌啊，或者是腰腹，顺着这两个位置去进行一个崩砸。两拳的距离不超过一肩宽，抱拳捧圆，沉肩坠肘，不要打成这个样子啊，没有影视表演的效果。把肩沉下来，上手才能发出来力。有些同学说，老师右手感觉不到劲儿，或者说左手感觉不到劲儿，一打开炸开去打，沉下来呀，把肩膀肩背形成相合就好走了，明白了吧？这个动作看似很难，其实从力的理解以及运用的位置上，只要找清楚关系，它一点都不难。其次呢，就是第二个，我们打完这个当头炮以后，转接下式当头炮，它还是一样的。发完力怎么办？先向下松沉相合。这个松不是指的我们不用力，而是以什么？以腰为轴。现在小螺旋不是到位了吗？你看，利用大螺旋，大螺旋什么特点？欲右先左，欲左先右，所以两拳它不会直接拧着往身前去收，再合到右胯，而是怎么样？而是会先走双逆缠，拳腕相照。在拧逆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右肘，这个地方最容易出现问题啊！非要这样往上拐一圈，不要拐弯，很自然、很放松的相合拳腕，走什么螺旋？大螺旋相合拳腕，再走小螺旋双顺缠，
量拳藏于胯间，有一个拧缠的动作。这个动作干嘛？咱说了，只要碰见螺旋缠绕，不是拿法就是解脱。所以呢，这两拳拳腕相绕，咱们联想一个情况：如果你打拳的时候，对方正好抓住你两个手了，先走大螺旋拧缠解脱，再走小螺旋顺势挣脱后形成蓄力，藏于腰胯间，和老架一路藏的位置是一模一样。先到肋间，随后再翻拳下沉藏于胯间，不是直接拉到当胯的位置，先合，随后再沉随后再沉。我们到这儿以后呢，注意看新架一路的发力结构和老架一路的发力结构不一样了。为什么？老架一路讲究什么？腰裆的左右螺旋，新架一路讲究什么？胸腰折叠。所以这个时候呢，从当头炮的蓄力发力过程中，怎么去找到胸腰折叠呢？就得看你的大螺旋的过程中，大螺旋到位了，能不能在重心左腿的时候产生以右脚脚跟和地面内侧相合的一个蹬地支撑劲儿，随后再扣动尾闾，在涌动上下折叠的过程中呢，合住我们的左胯，它是既有折叠又有螺旋，通过右胯把你的胸腰折叠涌上去，再结合左胯螺旋相合，把胸腰折叠带下来，所以就形成了你看涌动上升，螺旋涌动下降的动作。细节点一，蹬了右腿，涌动折叠向上，力打我们的胸前以后，再通过左胯折叠后坐相合，形成一个冲拳向外的对称发力。所以整个动作过来以后，你看蹬右腿涌上去，折左胯撑回来，顺势把右拳发出去的一个发力。所以呢，这个地方是又结合了胸腰折叠，又结合了我们的小螺旋，所以大家把它分清楚。右胯是干嘛的？蹬地涌动折叠向上。左胯是干嘛的？合胯螺旋折叠后坐，形成一个涌出来坐回去的一个涌动对称发力外碰。这是我们所要理解的全部内容。如何去做好发力？胸腰折叠一个基本功，然后小肚立圆基本功，再加上我们所说的经常去带着大家做的那些任何发力下先去理解腰为轴的基本功。这些基本功只要大家能够拿捏在新架一路当中，那么当头炮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难点。这是我们的新架一路当头炮。